沈博阳很高兴入列顽固台独分子名单，穿的那件顽固台独分子的 T 恤。他第一时间是先切割，说我不是黑手学院的那个。跟他点后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有5个创办人，你怎么只制裁我一个啊？所以大陆确实不行，大陆应该其他4个都制裁。大陆说他们是暴力台独分子，沈博阳不高兴，因为暴力。可是黑熊学院成立宣言，讲要有和平，先准备战争。战争当然就是暴力啦，有和平的战争吗？说你是暴力台独分子有什么错？新城2007年讲说，无未必是好，也未必是坏。看大陆探月成功，心中激动不已。我认为他是老共派过去的高级卧底。曹新成以前都不要台湾，改入新加坡国籍，中间消失很久。2022年却个性180度转变，后面一定有原因。他现在但是看似拉拢，实则是在互动。那确实在英国就案例嘛，最反共的人想不到他是老共的。你看他这不就成功混入到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吗？对，而且担任顾问啊，取得赖清德的信任啊。在这东西啊，中了一米的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曹新成、沈博阳、黑熊学院，他是以团体的名义入列顽固台独分子名单。那我们看到沈博阳很高兴，穿的那件顽固台独分子的 T 恤都是荣誉。但是呢，他又表示说，中共的情报有错误，我现在不是黑熊的负责人呐，怎么会制裁我呢？可见他们情报很 low。他这个第一时间呢是先认怂，他第一时间是先切割，说我不是黑熊学院的这个负责人。原来是切割啊，只是说是认怂了，好吗？跟他点后，他的意思是说我只是创办人，有5个创办人，你怎么只制裁我一个啊？所以大陆确实不行。你看沈博阳他讲说大陆讲错了啊，因为大陆说他们是暴力台独分子，沈博阳不高兴，说我们没有暴力。可是如果大家去上一下黑熊学院的网，打开来成立宣言，大意是这样：想要有和平，先准备战争。所以他们就是在做战争的一些防止跟训练。那你都是要准备战争了，难道是和平吗？战争当然就是暴力的，有和平的战争吗？再来第2个，他别忘了曹新成当初跟沈博阳合体的时候，大气的说投资10亿，1亿的美金啊。然后呢，要30亿成立要有40万名神射手，跟300万黑熊勇士。40万黑熊啊，这概念就是沿用而来的耶。那请问一下，神射手呢？好，而且更重要的，神射手不就是暴力的吗？请问一下，不论你是射箭或者是开枪，有和平的吗？有非暴力的射手跟非暴力的开枪吗？说你是暴力台独分子有什么错？神射手可以不打人吗？那你打什么？打青鸟。那也是暴力的。我觉得这一次比较有趣啊，就是国台办他特别讲，他们是接受到了两岸民众的检举，所以才展开调查，调查属实认证他们是顽固台独分子，然后才公告。所以呢，检举啊，真的可以检举，因为以前呢就有很多这个朋友来问我说，哪边可以去检举台独分子啊？台独分子啊，然后又很嚣张，嘿，我都赚人民币啊，他们看不惯，想要检举。台湾有一个前立委对于检举台独分子他非常的熟悉，3Q 哥，因为3Q 哥那个时候就是有人说这个要检举台独，他说我帮你啊，我来检举，他就贴了一个链接给人家说这个就是检举的管道。哦，他很厉害。那个时候就有了吗？对，一直都有检举管道，只是那时候没有顽固台独分子说，但是说如何检举台独。那这个要谴责大陆太没有效率。对，开放检举这么久了，怎么到现在就是也没列出几个？不过当然就还是要看有没有效，否则的话呢，像我目前来看，那个名嘴东升现在不是照样整天都在骂大陆，一直以来都没有效，大家就会觉得没什么新意，所以这是笑话名单，对，就会变成笑话名单、纸老虎名单。其实最尴尬的倒不是说像现在要抓不抓或者还没抓，就是说如果真的抓了，如果王定宇、周星辰啊、沈博阳他们去泰国，就被泰国当场海关、警方遣送大陆，或者呢王定宇坐船到澎湖，突然呢大陆海警船登船临检，逮捕王定宇，带走。假设发生这种事情，请问一下朝野各党如何反应？新党抓得好啊，民进党严厉谴责，民进党严厉谴责，然后在野党没有跟我们团结，严厉谴责，在野党就是中共同路人。有代入感，然后再来国民党严厉谴责，并且我们希望执政党要能够采取就是2敌战略，要有对话，然后也要有军事。民众党，民众党最难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个有分歧的。怎么说？柯 P 入狱前跟柯 P 入狱后，柯 P 入狱后，这样子是不是民进党也体会到政治犯的痛苦？何时放我们柯 P 出来？还有政治破坏多久？压人取供，党检议题，抗议，抗议，抗议！曹新成啊，2007年讲得非常好的话，他讲说，总统都是喊台独来骗票，都是假台独，然后独未必是好，统也未必是坏。所以呢，这个2007年的曹新成啊，厉害，不愧是曹新成，他从来不需要为这些事情道歉，这个还是这个最经典。曹新成说，看大陆探月成功，心中激动不已，明明就是统派。这个
要心中有中国认同的人才能讲这个话。其实我观察到曹兴诚的真实身份，我认为他是老共派过去的高级卧底。曹兴诚早年就陈水扁时期是亲中派，然后维基百科他说他后面转变了嘛，那柯文哲讽刺说曹兴诚以前都不要台湾，改入新加坡国籍，中间消失很久，2022年却个性180度转变，后面一定有原因。我仔细看啊，他不是从22年开始，而是从19年圣诞节前后开始发生跳独派或者是绿营，然后后面逐步更多的出来发生。那是因为反送中，对啊，但是2019年反送中是年中的事情，他大概反送中半年后才出来，发生了什么？我猜测啊，是那个时期跟新冠在大陆内部通报的时间差别不大，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是老公觉得后面会有疫情，会可能造成社会更大撕裂，两岸更大的隔阂，然后就让曹兴诚这颗棋子，然后提前发生。我是观察到拒绝被捅是台澎金马目前的最大共识，这是现状。就是说你去看民意调查，那对于拒捅的人来说呢，当权者现在是台湾派，没错，他正常应该是说要团结其他的派嘛，他现在但是看似拉拢，实则是在互斗。我觉得曹兴诚相当于也做到了这个角色。那比如说他说罢免谢国梁这事情上说支持谢国梁都是台阶，说什么谢国梁会引解放军进来，像民众被洗脑，或者是你说换个词叫做被引导，还是容易的，只要不去思考，人民是很容易被洗脑的。但现在是老公把他列惩戒名单，其实如果在线听的，如果有塔利班，可能觉得是不是阴谋论？阿公没问题，因为蔡地的经济已经进好。猜忌的种子已经种下。我觉得这个想法蛮有意思的，但不是说完全不靠谱，因为大陆的卧底或者说特工、情报人员等等的，那确实呢，在英国就案例嘛。对不对？抓出来是最反共的人，想不到他是老共的情报分子。所以呢，如果说，为什么一个统派他突然变成了一个独派呢？那这边怀疑很有可能啊，那其实是个假独派啊，是来渗透到独派内部，并且呢，来窃取一些机密跟情报。你看他这不就成功混入到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吗？对，而且担任顾问啊，取得赖清德的信任啊。对啊，哇，那他其实我觉得蛮不可思议的，就可以得到多少的情报啊？曹兴诚以前跟独派那可是打得鲜血淋漓啊，为什么那么快就取得了信任？就钱多吗？对，万事都有可能啊，而且呢也非常符合担任特工的一个角色。你看，像我们这种就没有办法拿到民进党的情报，对，不会给我。但曹兴诚就很顺利的，就2年的时间，2、3年的时间，直接打入民进党高层，真的，从一个被陈水扁痛批的统派，转眼之间就变成赖清德的顾问，然后呢就变成绿营的座上宾。如果真的是特工的话，我们就是深感佩服，觉得大陆这步棋了不起。绿营里面卧底的人啊，就我相信绝对有啊，那只是这个人是不是曹兴诚不知道。